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支持，非常感谢。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风清佑。这一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赛季到底是什么个东西，它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哪些东西它是跟赛季有关的。由于赛季中有几乎一半的东西，它都是你在赛季一半的时候才会进行开放，甚至快结束的时候才开放。所以呢，这边我会使用一下中文的账号，但是没关系，我会附上翻译。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本节目由风情友独家赞助播出。什么？你要白嫖？那给个免费的赞也可以，因为这对我真的很重要，谢谢了。那么首先呢，你看到这个页面，它就是赛季的一个主页，可以从这个望远镜这边打开。然后赛季最重要的就是赛季战力，就可以看到我这边战力变成一个彩色的，一个绿色黄色渐变彩色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你可能很好奇，什么样的战力它会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发生，它到底又意味着什么？那么如果你去打开到第3个页面，你会看到有5大项，你的人物等级、装备等级、幻兽等级、古遗物等级和技能等级，这些东西它都是跟赛季战力有关的。也就是说，你提升这些东西，你的赛季战力就会提升，彩色的数字会提升，当然这个白色的肯定也会跟着提升。但是呢，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下哪些东西它是会提供一个很高强度的一个战力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整个的一个玩法进度，你在这个赛季当中做了一些什么东西，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度，这个就很正常了，大家就尽可能打得越高越好就行了。就是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竞技场和挑战赛只要达成1次就行了，最高排名1次它就可以记录在上面。然后如果是圣兽的话，每一次更换圣兽都要击杀它才会得到满的这个分数。装备这块呢，最高是3S， 但是呢你不需要5件装备，你不需要5件红色的神话装备去达到3S， 你只需要2件红色的装备以及3件金色的装备就可以达到3S 的评价。但是呢，如果你有更高品质的装备，像我这边是5件神话，那么它还是会继续往上加分的，这个分数会依然记录在你的排行榜内，并且影响到你最终的赛季称号排名。然后再回到第3个页面，大家可能会看到下面有一个彩色的原初之星。那么原初之星呢，就是你在这赛季所投资在赛季资源上面的一个反馈。那么这个东西在最后领取完之后，是可以在星象合约这边进行一个升级，一开始是0，但是呢，如果你在赛季结束后去往上提升，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属性可以获得。那么这5项资源呢，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获得提升等级，也就是我们的秘境、小推车以及每日挂机的这个资源，还有商店购买的这么一些东西，都是可以为你的赛季这5项能力进行一个提升。那么赛季的话，除了这一个，还会开放一个赛季地图，就是你在这边看到的一个金贝岛，它会在你推完图之后呢，出现在你地图的右下角。我这边已经推完了，已经变成新的了，但是呢，到时候你在这边会出现，就是大家就不用担心，它会有一个时间限制，它到一定的天数才会进行一个解锁，并不是说你氪的特别多，你花了特别多的钱，你比所有人都早开完主线地图，你就可以比别人先进这个赛季地图。不是的，所有人全都是统一在一定时间开启的。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时候具体的某一天它才会开启的话，你可以去看我这个赛季时间表，写得非常清楚，会在你开服的多少天进行开放。在这边呢是26天，也就是说在26天的时候，你这个服务器就会统一开放赛季地图，大家才能够统一进行一个进入。那么里面赛季地图里面其实跟那个主线地图是一样，就是往下推，但是跟主线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每天早上刷新，刷新的时间跟你正常游戏刷新的时间是一样的啊，它是不根据你的等级来看的。也就是说，无论你什么刻度，你花了多少钱，
每天都只能推一个区域，但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难度会远远高于主线地图的难度，所以呢，对于那些小氪的玩家来说，你到后面可能会遇上推不过的情况。泽之国会开放3转，第3次转职，也就是人物等级82级的时候，泽之国9这个东西也是在表上都有的，大家可以去看。那么转职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在山之国的时候都已经知道是怎么个回事了。如果大家想知道泽之国3转技能哪些东西是值得投入的话，我这边在 Discord 也是有进行一个排名。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尤其是在技能自选卡上的一个选择。泽之国还会开放宝石，在赛季地图开放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宝石系统。我刚刚应该提到了，就是这个宝石系统，大概呢就是会给你一些提升一些基础战力，可以嵌到在你的装备上面。那么至于哪些宝石适合哪些玩家、哪些职业，我在 Discord 上面也是有写，这边的话就不多说了。或者如果大家想提前知道的话，我这边也是有一个专门的宝石攻略视频，也会放在简介和评论区当中，有兴趣的话也去单独看一下。泽之国除了这几个以外，还会开放混沌侵袭这么一个活动，每2周1次。但是呢，这个呢主要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伤害排名，就像打稻草人一样，4个人一组或者1个人都可以，然后进行一个伤害排名，每一个职业都有一个单独的排名，不会发生你一个骑士没有伤害的骑士去跟那些输出职业像斗士啊、术士去比伤害，这是不可能的。骑士只能跟骑士比伤害，大家不用担心。这边的话，混沌侵袭的一个打法和攻略帮助呢，也是在 Discord 有的，大家就是有兴趣就可以去看，怎么样可以让队友帮助你去打上更高的排名，都是可以在我的 Discord 中找到。上面的这些呢，就是整一个泽之国以及赛季的这些基本的一些情况。我在 Discord 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完整的泽之国攻略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很早之前就写了，并且呢是一直受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些攻略已经被网上很多人给抄了，并且标注成为他们的版权作品。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他们很多都是用AI 去抄的，我发现他们很多人不仅抄了，还抄错了，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因为本身抄袭就是不好的，而且还抄错了就很让人难受，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想要看一手攻略的话，肯定是要来我的 Discord 这边是最好的。那么泽之国结束以后呢，就是龙之国了。大家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因为到时候会在赛季的最后1周会在这边弹窗开放，会再提醒大家，所以不用担心。或者你可以在我的时间表上看到什么时候会开启，像我这边写了黄泉阁会持续2周时间。那么就大家可以自己算呀，33加大约2周的时间，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进龙之国了。龙之国的话，我后续也会制作相应的视频，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点赞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最优质的攻略以及爆料。那么本期的泽之国以及赛季的信息和解析就先到这里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